丹姐，药好了，谢谢。啊，那我先去忙了。今天可是花魁牡丹登场呀，她是店里的头牌。据说呀，这花魁牡丹那可是人间绝色呀，要是能见上一面，也不枉这一场雨的缘分呢。是啊，真是幸甚至哉呀！来，再喝一杯！来，好。长官，来几个招牌菜。得嘞。这位小兄弟，请问你是一个人吗？快！不介意我们拼个座吧？此便。多谢。菜来了。谢谢。这菜是不新鲜还是？哦，实在对不住大人，我马上给您换一盘。对不住大人。大人，请。相逢是缘，不管大人小人，都是客人。小兄弟，我们一起吃吧。菜来啦！大人，刚才确实是本店招待不周，实在是对不住了。这些啊，都是本店的招牌菜。多谢。慢用。小兄弟，来。啊，我敬你一杯。两只手。大人，血凤凰，咱们可算找着了。凤凰可是我当朝的祥瑞啊！真没想到，这世上还真有凤凰。不对呀，凤凰不是金色的吗？这个凤凰怎么看起来血红的？是啊。哎，各位客官，各位客官，奇怪啊，花时已到，牡丹开宴。不对。凤凰杀人了！凤凰杀人了！凤凰杀人了！都别动！大理寺卿胡大人在此，我看谁敢造！你。
哦，禀大人，本殿一直是靠香篆记录时间，一盘香篆是1个时辰。今日是牡丹姐亲自点的香，现在应该只烧了一半。那如果不是牡丹自己出去的话，就只有一种可能：凶手将其迷晕之后带了出去，残忍杀害之后，才送了回来。不可能，酒楼只有1个大门，而且出入的客人我都记得清楚。那说明，舞池并非第1案发现场。看清楚，这是2楼，难不成凶手会分身术？上面自己用绳子放人，同时自己在下面接人。你分。我没有杀人，大人，我没有杀人啊，大人，我没有杀人。胡大人果然搜到了，在地窖里面藏得很隐蔽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大人，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，花开堪折直须折。牡丹这朵花是我折的。牡丹，我这辈子够本儿啊，够本儿！牵手，我把这个畜生带下去！我的报酬！住手！走。
其他人等先退下去吧。是。且慢！你之前行为诡异，大人，我建议将此人立刻押回大理寺，严加审讯。小兄弟，你这一手闻香断案，可令人大开眼界呀！还是要多谢小兄弟鼎力相助。大人的鼻子也很美啊！我鼻子不行，我这，嘿，我靠瞎猜。你这本领是先天有之，还是后天习得？对了，还未正式介绍，在下大理寺卿胡正义，贤弟怎么称呼？姓李，名剑兴，剑兴兄弟，哪里人？灵州。好地方。之前我说过，你是来寻仇的，敢问这个仇人是谁呀？寻的便是大理寺卿胡正义。曾少，你太过实诚了，连玩笑话都听不出来。大人，这好笑吗？好笑啊！贤弟，你可别小瞧大理寺啊！既然你来了洛阳，大理寺房间多，来暂住几日吧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不怕，不怕。哈哈哈！之前你问我为何不在官府办案，反倒跑到酒楼来，那是因为我们听得血凤凰在线。一路飞到了这片区域，特来查案。神都驴友百姓惨死于凤凰之口，兄弟有此本领，还望能助我们查清真相。在此谢过。你的房间就在此处。这房子半年没人打扫了吧？让你住你就住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有重大嫌疑，没事别乱跑。那既然胡大人都已经说了，让我来此暂住，协助调查凤凰案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把我当犯人，跟我吆五喝六的？你，我犯不着跟你斗嘴皮子。
勿躁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沈轩，好久不见。你这狐狸鼻子的确挺灵的，但你贵为狐帝，为何偏要去大理寺当狗啊？我不是说了让你留在灵州吗？你怎么跑过来刺杀那个老狐狸啊？我用不着你担心，他就算是皇帝，只要是你的仇人，我也敢杀。大人，我听说你最近住在福来酒楼，刚入住几日，但尚未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他下手。以你的身手，不应该呀。自打大人告诉我李家灭门案的真凶就是胡正义，这个名字就如同烙印一样，深深地刻在我心里。但我仍需要查明灭门案背后所有的真相，所以，我需要等。你做事向来有分寸，我信得过。但切莫让我失望。好不容易查到当年的灭门案和胡正义有关，这唯一的线索可不能断了。而且洛阳城最近一直有百姓横死，不能见死不救。你才跟他认识1天，就被他蛊惑了？现在竟然还帮他查起案来了？我倒是觉得这凤凰案没那么简单。应该和当年的灭门案有所关联。可你毕竟是来报仇的，有我在，也算是有个照应。你知道的，我的心意。等你大仇得报，我们2个一起归隐山林。到时候你去哪，我就去哪。沈轩，看着我的眼睛说。出去吧。是。这么多。根据现场的侦查情况，基本可以推断，昨晚从戊时到卯时，凤凰出现了5次，几乎每个时辰都在死人。有什么眉目吗？尸体是随意丢弃的，毫无规律可言，而且受害者的死亡时间也无法确认。唯一的相似之处是，这些尸体都是还未出阁的少女。总之，这就交给你了，甜甜。放心吧，芬哥。对了，最近大理寺来了个叫李建兴的，长得人模狗样的，但绝对不是什么好鸟。你记住，无论他跟你说什么，都不要回应。放心，我对胡大人绝对忠诚。
抱歉，吓到你了。你就是那个人模狗样的李建兴？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大理寺仵作，宋甜甜。在下李建兴，胡大人请来。刀上有毒。在下在外闯荡多年，第一次见到女仵作，还是身手这么好的女仵作。我在这儿是为了报胡大人的恩。哦，胡正义这个老狐狸，还知道收买人心。我是真心留下来的。几年前，有个畜生想侮辱我，我失手把他杀了。那是坏人该死，你杀得对。怎么了？曾头总是爱疑神疑鬼的，你能这样想，肯定不是坏人啦。所以是胡大人帮你脱了罪。胡大人判了我秋后问斩。什么2个月后，圣人大赦天下，就把我给放了。那你应该感谢圣人呀。你觉得胡大人为什么会判我秋后问斩，而不是斩立决呢？他们都中了好奇怪的毒啊！愿闻其详。死者是因为流血过多而死，但你看，伤口只有鸟啄般大小，这样大小的伤口是不足以流那么多血的，血会提前凝结。但这些尸体上的血都已经流干了，而且我问过现场的捕快，他们说现场也没有那么多血迹。所以你觉得是下了毒才会流这么多血？不是我觉得，是我验出来的。此毒无色无味，加之伤口又被清洗过，所以很难被发现。圣人登基时，百姓看到有金凤凰从明堂飞出，以为是天降祥瑞。如今血凤凰一出，祥瑞变恶兆。臣以为当严查血凤凰一案，始作俑者将他们斩草除根。另外，再请江湖杂耍人上演一出金凤凰啄血凤凰的戏码，以此昭告天下百姓，血凤凰已被祥瑞降服。孙承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圣人息怒，臣该死。你的确该死，江湖把戏怎么能跟当朝祥瑞相提并论？圣人圣安。胡青来了，你先起来吧。谢圣人。听闻昨日凤凰杀人时，胡大人刚好在案发现场。哦，这么巧。回圣人，就是这么巧。那胡青，你怎么看？臣以为，此案肯定不是凤凰杀人，而是人为。既然胡青这么肯定，那此案就交给大理寺去办吧。圣人既要速查，可否加个时限？毕竟人言可畏啊。如此甚好，臣10日内
定破此案。10日之内，怕是再过1、2日，这谣言便早已传出了神都。身为大理寺卿，还望胡大人能够为国分忧，早日查明真相，以安民心。胡正义，臣在。朕命你3日内破案，肃正台协办。谨遵圣人圣谕。牡丹，就是我先杀后奸的，什么帮手，那都是你们瞎猜的。好，我呀，洛阳第1神母，手里边还没有结不了的案，所以呀，我专门为你们这群人渣设计了一道大餐，叫做斩草除根。是有人在水里下了毒，可是好奇怪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毒。这种毒，我也未曾见过。那唐官死后，我们羁押了给他递水的狱卒，同时，也调查了一直给大理寺送水的老李头。这个老李头死了吧？是，属下失职。唐官的人际关系查了吗？这唐官3年前老家饥荒，逃到了神都，被店家收留。不过他有一个不太好的癖好，就是爱赌钱。据赌坊老板所说，他之前赌得很小，但最近出手很大。看来他是被雇来的帮凶啊！查查他的钱是哪儿来的。是。大理寺可还住得习惯？实话直说，不如佛来酒楼。虽然我们这儿没有花团锦簇，但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不花钱。大人留我下来，是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？哦，剑行贤弟啊，昨天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觉得呀，你眼熟。咱们是不是之前在哪儿见过？我一江湖游子，见不着的。年纪轻轻就武艺高强，不知是族中长辈授意，还是拜过师门呢？家里呢，小门小户，父母走得早，也没拜过师，功夫啊，自然是江湖上学来的。剑星兄弟的话说一半，藏一半，身上的秘密很多呀。人呢，行走在江湖当中，自然是有些话不想去说的。比如，来大理寺的真实目的。大人说笑了，不是你邀请我来的吗？啊，对对，忘了。实不相瞒，
凤凰杀人案仵作验尸的结果，让我想起了义庄旧案。什么案子？12年前，李作府灭门案。12年前，大将军李作被指控谋反，正待盛采，岂料家中便闯入了刺客，全家走漏。此事一出，圣人下令要严查凶手，但是真凶至今仍未被抓住。当年案中遇害者的死状几乎和本案一致。若能查明此案，或许就能推断出12年前那桩旧案的真相。鹰嘴钩，当时凶手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武器，状如鹰嘴，直插入脖颈，人迎脉。剑心兄弟，你怎么什么都那么清楚啊？行走江湖，略有耳闻。不过10多年来悬案未破，大人不觉得惭愧吗？人言可畏啊，大人就不担心旁人说大人不是不会破，而是不想破？剑心兄弟，话既然说到这儿了，咱们就大开天窗说亮话。剑心兄，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，去调查这桩凤凰案吗？可以啊，但我需要点东西。好说，好说，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一头猪。脱流了。大概1刻钟的时间。
你这种查案手法真是清奇自然，让我们大开眼界呀！装神弄鬼，我倒不觉得。不对啊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哪里不对？牡丹的房间。别急，别急，我知道他要去哪里。神都，我比他熟。你也闻闻。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？不，非常有这个必要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味道到底是不是一致的，还是有区别的？从脚开始闻。那我试试。樟木的味道一致，这就说明这些女子都在一个有樟木味道的地方待过，而且是大量樟木，少量樟木条根本做不到。卖散了，结实好用。樟木的味道。让一让啊！就是它。临济仓库。什么人？仓库重地也敢硬闯？你也是曾少？哎，那你们到底谁才是曾少？当然是我。你敢偷我腰牌？给你。江头，来都来了，那既然你不喜欢我冒充你，那下次我冒充胡大人。去仓库。哎，大人请。
在神都，除了这间仓库之外，还哪里有大叶香樟啊？咱神都啊，不产这个大叶香樟啊，充其量啊，也就是老百姓家里。哎，你怎么又走了？曾生，曾生。或许我们疏漏了什么线索，还算有点聪明。走吧。掌柜的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大人，我们这几日不开张。无妨，我们就是来溜达溜达。啊，这福来酒楼在神都颇有名气，如今竟落得如此冷清啊！大人您也知道，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客人们都不愿意来了。
掌柜去哪儿了？掌柜的说他身体不适，在家休息呢。那天晚上凤凰来之时，有没有什么人突然跑出去了？记不太清了，我可能得想想。哎，奇怪，这只用了一次，怎么少了2盒啊？有人偷偷换掉了香砖。那就对了，事发当天，我们每个人都见过牡丹。当时堂官提醒我们，牡丹点燃了一支香砖，于是，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，通过香砖倒推见到牡丹的时间。但殊不知，有人偷偷换掉了已经燃烧掉一半的香砖，如此便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缩短了牡丹失踪的时间。所以，之后的命案，大约都是每隔1个时辰发生一次。这样的话，仓库和大福仙寺都有可能是第一现场。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尸体送回酒楼呢？因为他们想拉我下水呀。看上去好像是针对圣人继位，其实主要对付的是我呀。大人，此话怎讲啊？这起案子，只要我在现场，就只能交给大理寺来查。这起案子还牵扯着圣人继位时出现的凤凰祥瑞。我若查，必然会牵扯出圣人登基时的旧事；我若不查，军令状为先，之后便是革职。此案一箭双雕，看似拿捏圣人，实则也顺手除掉我。大人，当今朝中与您不对付的只有孙承景一党，可如果真是他干的，他就不怕没把您拉下水，反而把自己的荣华富贵给搭进去了。或许有什么无比重要的理由，使他即便丢掉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也要把我拉下水。掌柜，哎，你说，这个仓库的钥匙，你们这儿都有谁有啊？只有杂役小郭他有。那他有没有可能交给别人？这绝对不可能，因为我一开始就叮嘱过他，如果他把钥匙借给别人，万一这仓库丢什么东西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他会借给那个堂官吗？那绝对不会。那个堂官呢，他虽然说平时比较勤快，但是他手脚不干净，这点啊我们都知道。那牡丹宴开始前，杂役在什么地方？他应该是在后院忙活，平时他还做一些运输的事儿。他从什么时间开始来您这儿干活的？大概1个多月前吧。曾上，之前你们也查到，那个堂官也是1个月前才突然开始有钱的。是的。那杂役平日里有没有什么习惯呀？啊，他平时喜欢鼓捣些花花草草的，还有就是特别爱干净。花花。必须要先确保这个院子没有人，而且忙碌的杂役他不能说出去。走。那如果这件事情想要绝对的万无一失的话，各位，那这个人其实就是杂役他自己。是你杀的牡丹？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别动！跟我回大理寺。他中了血毒，被求饶的是你们。
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祭蒙此光，永驻乾坤！奇怪，这毒液无色无味，我未曾见过。大人，身上全是厌食的粉末，厌食易于引火。曾生，刀，跟我来。曾生，去找根树枝。给，一会儿别喊出声，弄昏过去，我可不负责扛你。给我拿开！我但凡叫一声，你以后就是我义父了。血毒，我有所耳闻，现在只是将它暂时封毒，短时间内不易扩散到全身。不过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不能根除。无妨，我定会找到背后之人。咱们回去吧，再不走就宵禁了。我可不想住在这儿。走。我呀，鬼啊！鬼！大人，不好，大人！发生什么了？有鬼！一个没有脸的妖怪！有鬼！有鬼！胡说！朗朗乾坤之下哪来的鬼？一个没有脸的妖怪，刚刚就这样飘过来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没脸的妖怪？奇怪了，刚才确实没脸呢。伤口已治，都是嗜血过多而死。这具尸体和别的尸体不大一样，别的尸体的血都被抽干了，而这具尸体还残留着大量的血液。我们离开酒楼不到半个时辰，这样算来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凶手。这名死者伤得不轻了，却依然能够使用轻功，可见功夫出神入化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轻功，江湖上还有这等人物？道行大师的轻功很是了得。我听说他有一个女儿，自幼天赋异禀，继承了他的衣钵。他们露出马脚了。大人，各种信息发现。我上了眼睛的发布。69。别的。
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剑心兄弟，鬼市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？你去过吗？哪儿那么多话？爱去不去？什么情况？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竟没伤到。真没想到，1日之内，你竟救了我2次。胡某，欠你一条命。胡大人，雀鸟通常都饲养在城北的萧山军备司的老巢，估计是某些早就看不惯大理寺的贪官污吏，要趁机除掉我。哼，看来大人在朝堂上面也不大会做人。你鼻子灵，你闻闻。哎呦，我又不是狗，你说让我闻我就闻。剑行贤弟，你都救了我2次命了，咱们是生死兄弟呀！啊，闻闻吧，啊，乖，闻出线索也好有防备啊，对吧？应该是华母。华母。凤凰案呢？凤凰案再不破，麻烦可就大了。等等我！这里就是鬼市了。都是一些走投无路之人的汇聚地。胡大人，这里瘴气横生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迷晕，小心。难怪，那这里也算是易守难攻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对这儿怎么这么了解啊？哼，朝堂之上的事情，我没你清楚。不过在江湖上，我知道的一定比你多。就这么笃定？当然。
要是没有我，你在这片鬼市里绝对找不到道行逆师的。看来你是小瞧我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了。打个赌，2两银子。就给那么点儿。只有你想不着了。胡帝，听说过。3年前，在江湖上陆续出现了5位武功极高的侠客，被人们并称为武帝。没想到你就是其中之一，厉害，厉害呀！过奖了。道行逆师在何处？胡帝，小的领你去啊！走走走。你是因为这个鼻子很灵才叫胡帝的吗？江湖谬赞，不过我的能力不仅仅是鼻子。你这个面具是在哪儿做的？明天我让曾胜也给我来一个。这材质乃是西域玄铁，天下罕有，仿造不了。胡大人，我可要提醒你，不要轻易冒充武帝，小心引来杀身之祸。这个。舞擂台现在开始。借口，谢谢。这位就是道行逆师吧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擂台每月1次，如果我们赢了，就可以让3眼妖道把我们想找的人起过来。3眼妖道？对，传说他有3只眼。以我的经验啊，占卜不适合用在残疾兄上。反正现在没线索，让他算算又何妨？胜负已分，胜者归书生。下面还有挑战者吗？可你毕竟有伤在身，不适合再打擂台啊。不是还有你？
好，那我们就点到为止。阁下好功夫，没想到深藏不露，我输了。胜负已分，胜负已分，胜者是金鸡大侠。快，带我们去见人啊！是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老朋友，走个过场罢了。你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？哎，你看我这个鸡飞蛋打怎么样？嘿嘿。打赢了擂台，还使了诈。哎呀，反正只要合您的规矩不就行了吗？不会不给算吧？徒弟真会说笑。您来问我，我怎么敢不打？还谈什么规矩？你又认识？老朋友了？那你为什么让我打擂台？哎呀，朋友归朋友，但人家的规矩也得遵守吧。既然是你的朋友，这规矩怎么不是你守？这擂台怎么不是你打？你们想问什么？凤凰案背后的真凶到底是谁？你们所要找的人乃是穿红袍、戴面具。戴面具，穿红袍。密师两位前辈，您方便？儿女我是，他了杀，谁是敌道？断腕石碎他，把药定因我。天师刚才说是我女儿，到底是谁杀了她？他一定要让这个人碎尸万段。你是大师，为什么这么说话？魔入火，走宫炼，正一后。这句我好像听明白了。早炼不是那个走火入魔，后遗症是吧？但恋爱在江湖上，有没有跟谁结过什么仇啊？这过起提儿女、教神血和法大玉血。我女儿提起过血域大法和血神教。血神教，你听说过吗？那看来突破口在这儿了。那些死者的身上都有种浓郁的血腥味儿，看来他们死前是在一个满是血的地方待过。对了，女儿之前提起过，她发现一派邪教要害人，她说需要调查，我都劝她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没想到。二位，请节哀。凶手所用的凶器，应该也是鹰嘴镐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
计蒙赐光。令爱抚伤后，本已逃离险境，却因为凶器上沾有血毒，令血液无法凝结，失血过多，最后死在了大理寺的门口。怎么会？斯人已逝，还望二位节哀顺变。这柄纯阳剑是在令爱身边找到的，现在归还给二位。这剑您留下吧，还望虎帝大人能挟此宝剑，手刃凶手，替我们报丧女之仇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。你看看啊，掂量这个东西，别的地方找不着这成子了。你随便找。看来，正如道行和逆师所说，凶手跟血神教有关，他们需要大量的血液，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死者出现。和三忍道人说的红袍子也对上。总算是有些眉目了。沈轩的迷香。掂量这个东西，别的地方找不着这成子了。你随便找看。胡正义，胡正义，见到好几个一样的东西。你没事吧？查好胆说。你刚才为什么要替他挡剑？多好的机会啊！我现在就杀了他。还不是时候。胡正义要帮我查当年的李家旧案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找出什么名堂来。本来就是他干的，还有什么可查的？你千里迢迢的来神都，不就是为了报仇吗？没错，这张脸我记忆犹深，但是当年我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们好不容易查到了这个线索，当时在酒楼的时候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我要的不是他的命，而是背后的真相。他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背后主谋是谁？我爹到底有没有叛国？这一切都是需要调查的。我知道了，不过这狗贼奸猾得很，你现在是羊入虎口，一定要万事小心。放心。鬼书生见过胡定，刚刚和胡正义比试的时候，他到底是真不会功夫，还是装的？胡正义关节僵硬且筋骨疲软，不像是习武之人。你让鬼书生专门从瑶州过来测他？再会隐瞒的武林高手，那也瞒不过鬼书生啊。那倘若刚刚在打斗中，胡正义真的显露了武学呢？那就不必再和他周旋了。他的性命
将会终结在这片鬼市里。胡大人，胡大人，胡大人上朝了。臣参。去啊！你看见了？我闻着了。你的头发丝里有大量罗勒叶的味道。罗勒叶？那是赌坊老板为了让客人提神醒脑，
特意点。大家好好想想，赌坊里面人多不通风。这衣服上有大量的汗渍味儿。这衣服上的汗味儿，说明我不爱洗澡。那罗勒叶是我个人爱好。说的确实有道理。你们来看，这脚底板下面是赌坊里的空气，手上是大理寺前徽的勒痕。这还不足以说明你是半夜去了赌坊，天亮之后翻墙进入大理寺的吗？那就算你说的是对的，你怎么能证明我输钱了？这个我随猜的。看你脾气那么大，估计也是个逢赌必输的人吗？怎么又是小？3把都是小，我再来。大人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我先去趟茅房。你们先吃啊！哎呦我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味道有点怪怪的？什么怪怪的啊？你看，这是还没消化的香樟叶和樟树种子。还没消化的粪便啊！
剑星兄弟了。青草儿，张木儿，血腥儿，就在那儿。对，这就是赤灵鸡。大人，这不就是我当时抓的凤凰吗？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什么狗屁圣血，一帮杂碎！保护圣血，给我杀了他们！来，想死的先来！血是圣地，神有无教，天神对我们的考验。僧上，先救人。知道。取这么多的血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哼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
找死！且慢！剑清兄弟，你一次问这么多，他怎么好回答呀？我只问你，你为何要取这么多血？你在这问我，我是告诉你呢，还是不告诉你呢？我是跟你说真的呢，还是跟你说假的呢？怎么，我有点晕血？你什么意思？阴阳怪气的，还不如实招来？你说不说？不说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吾神一现天身，又何惧生死？别费力气了。你不怕死？好，那他们呢？他不说，你们来说，为什么要杀人取血？烽火残躯，熊熊圣火，天我即将燃灭九州，你们这些不忠之人，都将化为灰烬！按住他的手！死了！落到我洛阳第一神探胡正义手里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这个叛徒，你拿我神将！你这个叛徒，不得好死！说，为什么要杀人取血？血域大法能令人长生不死。教主说，待血域大法练成之时，教徒人人有份。那你为何要把死者送回福来酒楼？上面的人吩咐，要我们每隔1个时辰便送一具新鲜的女尸。我们也只是按吩咐办事，别的我也不知道。既然要这么多的新鲜女尸，那这血神教的大本营，想必不可能只有这1名幸存者吧？剑星、曾胜，继续搜查。是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密室在那边。你怎么知道？相信我。走。说，这是干什么的？他们不是祭品，他们是教主掳来的性奴。你不过跟我没关系。真是个畜生！来人，在，带回大理寺，送吧。是。当心。谢谢，谢谢。还好吗？啊？李剑星呢？哎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曾讨，血神教主不见了。我就说这姓李的有问题，跟我走。
走。教主大人，我好言相问，你不听，所以我只能把你请到这个地方，好好聊聊了。
我在双云只是一个小喽啰，跟着头目干了不少收购杀人的恶行，最终同室操戈，死伤大半，也算是报应不爽。好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但求速死。这倒不难，但你若想死后留个全尸，不被扔到荒野被野狗分食，你得答应我一事儿。什么事？把血毒的解药交出来。老三死了。大理寺里面有胡正义这个老狐狸，哪这么容易进去杀人呢？不过老三死的不亏，凤凰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又牵扯出血神教，只怕不牺牲一个影子，很难交差呀。胡正义，血神案就这么草草了结了？剑心兄弟，看来你恢复得很好啊。胡大人，你帮我要血毒解药，我承你的情。但是这个案子就这么草草了结了，还在外面贴告示昭告天下，这件事情是我难以沟通。血神教覆灭，作为元凶的教主也被判了斩立决，为什么不能结案？又怎么能算是草草呢？可你心里清楚，李作案的卷宗，我给你调。
与胡帝并肩闯荡江湖。当时我说起武库失窃一事时，你明明知道是罗王所为，也知道这个要刺杀我的人是沈轩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圣人还要召见我，不多说了。放心，你救过胡某2次，你我恩怨，先抵1次。李作案，我会继续帮你查下去。啊，对了。胡正义这个老鬼，你当初就不应该对他百般庇护，就该让你一剑杀了他。我打听过了，大理寺并没有真正开始派人追击，或许真像他说的，走个过场。你管这叫过场？现在告示贴的满城都是，我以后出门都要鬼鬼祟祟、提心吊胆的。放心吧，只要我在洛阳城1天，就算你被人抓进去了，我也有办法护你周全。西域，为什么突然去西域？方才圣人召见了胡大人，将西域开市一事全权交与大理寺负责，让我们去西域密谈，与外来使臣节通商之好。胡大人让我通知于你，你也要一同前行。看来此次西行没那么简单呀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孙长景安排的吧？不错。让我们前往人生地不熟的西域，既可以将我们隔绝在尚未查明的血神案和凤凰案之外，还能在沿途当中做点天灾人祸的手脚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那你觉得胡大人会没想到这些吗？1个月后，在凉州有一场斋天灯大会，虽是凉州刺史提议举办，但关乎了我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。圣人将此等重任交于我大理寺，我等岂有抗命之理？也是。好了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明日启程。他这招是引蛇出洞。哎，你使唤谁呢？没大没小的。先从头开始切。你们都快点快点啊！来，后边都跟上，把这个箱子放那边。刘老太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呀？大人啊，快来看，好热闹！哇，你们快看，这是哪家在娶亲啊？大人，出门逢喜事，这可是好兆头啊！明明是喜事，可是他们家为何挂这个呀？晦气！这灵州什么破习俗？这大好的日子，非要哭哭啼啼。你看这花轿，你看那彩礼啊！走！放开我！你个死老婆子！翠儿出嫁，你在院子里发丧啊！你把女儿推进了火坑！走！那将军府是冤魂放我的地方。算命先生说了，咱家翠儿8字属木。5行纯阳，专克妖魔鬼怪。别人，你这个财迷心窍的糟老头子，我才不信你！我不信。刘家婆，许家的彩礼你已经收了，这人今天我必须带走。走，松手！行了。大娘，我问一下，这灵州城的将军府，莫不是已故李作将军的府邸？就是他家，现在里面住的是许员外家。既然传出闹鬼，这个许家为什么不搬走呢？许老爷当年走祸时遇到土匪，嫁出去的被李将军救下，
李将军死后，他买下宅邸，也算是为将军守门。哎呦，这样有情有义的一家人，李将军在天有灵，也不会害他的呀。起轿。大人，这明显不对啊！我就问，哎，老婆子，哎，大娘，您不愿意嫁女儿，是因为那个宅子里面有鬼魂作祟吗？当年李将军府血流成河，那些冤魂可凶了，全灵州城都知道。哎呦，我这做了什么孽？大娘，那冤魂可曾害过人？没害过人，那还能成为凶魂吗？那许家娶了多少人妻子，哪一人不是死的诡异啊？哎，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剑星，你怎么看？李家满门忠烈，即便是身处九泉之下，我相信，也绝对不会化作凶魂。说得好，这次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。各位，既然我们遇上了冤情，我们身为大理寺人，不能坐视不管，一为黎民百姓，二也不辱李将军的清誉。可我们公务在身，还要赶路啊！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，从灵州到凉州，时间足够。如果不够的话，赶赶路便是。是啊，大人，这明显就是强抢民女啊！对啊，大人，那女孩太可怜了，您可一定要帮帮她。好，既然诸位对此都无异议，那我们就借贺喜之名，去他府上探个究竟。剑星回来了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少说2句。剑星，这么久了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快让娘看看。夫人，你就是太宠她了。说说吧，这回又去哪里野了？你就少说2句吧，看看还在瘦呢。宴席啊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娘还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桂花糕。走，该回家了。剑星兄弟，看似触景生情啊，应该小的时候随父亲来过这里吧？快点，快点，赶快点，再高点啊！往右，哎呀，高点儿！哎，高点，高点！往左，往左，好吗？往右点，往右。这位仁兄，请问，这谁啊？不知道，大人，这家人
很是奇怪啊。干什么呢？抓紧干，别误了时辰。不知几位是？在下胡礼，原是广元商号的牙快，近来携家眷云游四海。这位是我的女儿胡来来，这位英武的少年是我的儿子胡图，这位玉树临风的小哥是我的随行侍卫。胡某今日途经灵州，幸闻府上有喜，特来恭贺，备了些薄礼，万望效留。快收下，真是太谢谢了。婚礼安排在明天，几位贵客不如在府上小住2日。我们府上许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承蒙招待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巧儿，随我一起带几位贵客去客房。是，老夫人。请。姐姐请。公子，这就是您的客房。谢谢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娘，我怕。姐姐不怕，娘在呢。一会儿，不管看到什么，都要像你爹一样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样，娘带你去咱们之前玩捉迷藏的密室，咱们一定要藏好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藏好啊！走。小公子。巧儿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？
给你，这是我从厨房悄悄偷出来的，差一点就被我娘发现了。谢谢公子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我最喜欢吃桂花糕了。这些都是你的，慢慢吃，别急。李建香，小子，刚刚是不是又去厨房偷东西吃了？你给我站住！巧儿姑娘，好久不见。刚刚徐老太叫你巧儿的时候，还以为重名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公子这些年变化可真大，巧儿一时都没敢认，只是没想到后面会发生这些事儿。也算幸运，你刚好去厨房偷吃桂花糕，在柴火堆里睡着了，才躲过一劫。是啊，只是自那之后，我与小公子各自分别，这12年我再也没有听到你的消息。这些年，你活得很累吧？我还好，倒是你，怎么又做起丫鬟来了？我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，就是当丫鬟的命。况且，李夫人当年待我很好，我对这个地方总归是存着一份感情的。对了，巧儿姑娘，帮我一个忙，我的身份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与我同行的那几位。公子放心，巧儿明白的。谢谢。那巧儿就不打扰公子休息了。剑仙兄弟，剑。剑星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半夜鬼敲门。找我何事啊？徐老太今晚请我们吃席。老夫人，客人到了。贵客，快快请进。老夫人，快坐吧。谢谢。大家都坐。哎，夫人，令公子怎么没来？哦，他身体不舒服，今晚就由老身来招待各位。哎呀，这许公子真是好福气呀！听说这位新娘子生的是花容月貌啊，方才贫道算出徐老夫人这子女宫流年破军化科，想必不出半年便可开花结果呀！哎呦，那就借大师吉言。哎，大家吃菜，别客气，不用客气啊。且。
继续吃，继续吃。来，喝酒。我这一儿一女，平时缺少管教，哎呀，惭愧惭愧呀！很好，很好。喝酒。侯公子请。哎呦，喝得真快啊！好你个李建兴，真是个花心大萝卜！才认识人家姑娘几天就开始你侬我侬的，干脆好事成双，你们两个也拜堂成亲算了。怎么有人在唱戏啊？这么晚，谁在唱戏啊？有梦绕心间。有些乏了，明天早晨还要安排婚礼，老身先告退了。好，好，多谢夫人。你们继续，继续。我们再喝几杯，跟我老乡。对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夫人慢走。哎呀，哎呦，来，满饮此杯，倒满，倒满。对，酒逢知己啊，千杯少。儿子，来，敬你叔叔一杯，来。那一起。话说，这许家大公
您的意思是说，徐府闹的鬼是云音？那如果许七言和云音真的相爱，他又是被他照顾病死的，道长，我问你，何必生出如此大的冤屈，变成作祟的冤魂呢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病死的呢？我看你才有病，大晚上的不在自己房间睡觉，跑我床上来干嘛？我刚才起夜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特来找你商量。我看最奇怪的人是你吧？你听我说。一个满脸长发的女鬼突然就消失了？对，胡大人，怕不是做了亏心事，被女鬼缠上了吧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我真的看到了，那女鬼。住手！哎呀，福寿还来！哎呀，许公子，你把它给我！哎呦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妖道！巧儿姑娘，许七言的先夫人，她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
那巧儿就不打扰公子休息了。天地为证，日月为媒。今有新人许公子和柳小姐两情相悦，缔结连理，请新人行成婚大礼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大人，明明是婚礼，看这帮人全哭丧着脸。大抵是因为夫妻对拜事儿吧？哎，白天怎么没有听到那诡异的声音呢？这白天闹什么鬼？这鬼啊，估计去地府休息了。李成，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少喝酒。等宴席过后，我就去守着。我倒要看看他是谁。乖儿子，巧儿姑娘，巧儿姑娘，巧儿姑娘，我房间钥匙丢了，你有备用的吗？啊，有的。谢谢。我还有事要忙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哦，哎，巧儿姑娘，不知是否方便问一句，你与我哥是否曾经相？是瞒我。合卺酒，锦帐勤缱绻，月圆花好。二位请用。相公在看什么？云音应该是要来了。夫人别怕，没事的。相公他一直都这样吗？公子他不是坏人，只是有一些忘不掉云音夫人。夫人，您别怕。我酒吃多了，有些乏了。那奴婢帮您卸掉钗环。好吧。人生得意。
巧儿姑娘，我来还钥匙。来了。巧儿，钥匙还给你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忙。多脑能不能动脑子想想，程宇会不会？府里出人命了！确实是上吊而死，而且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怎么说？根据死者脖颈上的勒痕方向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不是被人勒死的，而且地上有秽物，这是上吊而死的人会出现的失禁情况。哎，你们快闪开！啊，这究竟怎么了？没了！哎呀，怎么都没了？我的那些法器呢？符咒呢？还有那幅画去哪儿了？各位，报官吧。不可。所有人都在现场，
可唯独道长你不在。可否告知在下道长当时身在何处啊？我。没事，你们聊，就当我不存在。你在洞房里服侍柳氏的时候，她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奇怪的地方，我们家公子一直神神叨叨的，新娘被吓到了。相公他一直都这样吗？有一些忘不掉原因，夫人。夫人，您别怕。我酒吃多了，有些乏了。那奴婢帮您卸掉钗环。走吧。公子离开后，他看起来心情也不太好。巧儿姑娘，我来还钥匙。好的，我马上来。夫人，来来姑娘过来还钥匙，我先去拿。去吧。巧儿，钥匙还给你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忙。走了，还看？夫人，那奴婢先扶您去休息。走吧。帮他洗漱完，他就要睡了，而且还穿着婚服。夫人，那您先休息，我先下去了。去吧。之后我去了厨房，想到新娘一整天没吃东西，怪可怜的，就想送些吃的过去。真是麻烦巧儿姐了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还可以来找我。行，那。我陪来来去还钥匙，见到了许七言进入了前厅。等我们还完钥匙回来，发现他还在前厅，所以并没有做。
什么没有？待我谈谈。饭菜、胭脂、蜡烛、酒。怎么样？没有秽物的味道。那种味道，即便房间被打扫过了，以我的鼻子也是能够闻出来的。不大可能是在这个房子里吊死之后，再移到戏台上的。你就没闻出别的什么味道来？都是这个房子里本该有的味道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出去看看。前2天啊，新娘死在戏台里，可吓人了。这2天都没睡好。看见尸体的时候，那个凳子就已经在新娘脚下了。喝茶。
是怎么将昏迷的新娘给运上来的？除非他会功夫。不见得。放量。虽然柳氏身材娇小，但一个女人也很难把她抱起来。徐老太太肯定抱不动，府里的丫鬟们也都很勉强啊。许倩和管家一直在前庭，厨师一直在厨房，他们也没有时间作案。那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那个逍遥子。昨晚他全程不在席上。要说动机，那也有，因为只有不停的死人，他才会不停的赚到钱。所以，他客居灵州，一直围着徐府转悠。我现在就去好好会会那个逍遥子。杀人了！尸体上有余温，应该是刚死不久。可发现什么端倪？我已搜查过四周，并未发现有可疑的人。连大师都死了，这冤魂也太厉害了吧！住口，还不退下！连大师都死了。难道这府上真的是有冤魂在作祟吗？夫人莫急，明日我去找一位更厉害的道长前来做法。哎，胡来了呢？我也没看到。怎么回事？又死人了？大晚上的，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我方才迷路了，多亏了许公子，我才找到回来的路。甜甜，你添什么乱？来呀！死者颅骨断裂，生前应该遭受过强烈的撞击，是被人打死的。这么看来，冤魂索命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凶手就在这个院子里。不会反复变换作案手法才是。那也未必，之前也有过。
对了，大人，今日我去官府领相关卷宗时，被一个书生拦住。他说有重要职务要交付于我等，我已与他约定，于今日未时在书信摊会面。如今时辰已尽，我们不如赶紧出发吧。备马。姑娘慢走。谢公子。那几天膏药这位是大理寺卿胡大人。好差不多了。见过几位官人。关于徐府的事情，在下有几个疑点，想向各位汇报。什么疑点？那么好啊！不愧是关老爷，一语中的，正是此理。可这又与你有何关联？你是与徐府有仇，还是说你要讨一份通报的赏钱？以后别喝了酒，老往那徐府旁边领过。我也是受城中街坊的嘱咐。是李作将军府，那一家人死的老惨了，你知道吧？那现在驱鬼的道士都死他家了。这许家人他也奇怪啊，鬼宅都敢买，哼，真是晦气。咱不聊这些，咱快回家。可以，走。当年发生的那起灭门案，还是历历在目，邻里乡亲全都知道，甚是恐怖。走着，这次你省了啊，没问题。那府上发生了太多事了，闹得是人心惶惶，总希望能早日有个说法。看，这到底是风水不好啊，还是背后有恶人在作祟呀？云英夫人喜欢玫瑰，齐言公子。他把所有的纸人都烧毁了，只留下了一句与云英夫人最相似的，留在这个妙音斋里，日日与那纸人对望。柳氏的葬礼定在明天。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老夫人发话了，柳氏的葬礼一切从简，今晚就要下葬。天黑借道，死者为大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天黑借道，死者为大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你怎么搞的？棺材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哪知道，天这么黑，
没事儿，关上就行了。啊！滚啊！大人，尸体找着了吗？找不到也找不了。现在灵州的捕快都忙不过来了。忙不过来？不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嚷嚷什么呀？灵州近郊刚平息了一场山匪作乱，官府全都去大力搜捕鱼寇了。那也不能把我们的案子晾在这儿吧？就是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新娘尸体失窃案，办成了也没什么奖赏。那边可是上了通缉令的要犯，抓到了是有重赏的。这帮见钱眼开的废物，太过分了。那棺材呢？你们看到了没有？我们去看了那个。
这本书提及的火命分为7类，乃霹雳火、炉中火、复灯火、天上火、山下火、山头火，还有这个天神火。天神火，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对，就是这句话。福来酒楼的杂役在自焚前喊的口号，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在大牢里的时候，血神教徒们也嚷嚷过类似的。难道是说陆犬宫也和血神教有关？哎，这么晚了，甜甜怎么还没回来？甜甜什么命格你们知道吗？金命。云音也是金命啊。那从许七言的角度来说，甜甜就是云音还魂的宿体，所以现在甜甜很有可能被他所抓，用来还魂。若是这样的话，甜甜现在应该跟柳氏的尸体藏在了一处。此刻甜甜绝对被关在密室中，可是学府这么大，我们上哪找密室啊？我知道。走。快进去！娘亲，我不要进去，爹爹有危险，我要去救爹爹。你爹爹可是大将军，武功盖世，他一定会把那些坏人赶跑的，相信娘亲，啊，走。怎么这么多纸人？而且这些纸人和妙音斋里云音的纸人
气言在无意之间得到了一本《复活往生录》，书上有写啊，他要连娶5个命格不同，且和他拜堂成亲的女子，便可复活一个人。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当然是他的爱妻云音了。所以，他痛下杀手，夺取了6个人的生命，6个呀！哼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像许家公子那般用情至深的男人也不多了，哎，为个戏子值得吗？这自古以来，女人就是祸水。许家这么大产业，这次怕是要败了。哎，可不是嘛。那云音夫人也没做错什么，怎么就成祸水了？你懂什么呀？要不是因为她，许公子会杀人吗？那也不是云音夫人让他杀的呀。许七言但凡娶个良家女子，就不会落得这下场。是，他说的对。哎呦，少在这议论是非，都给我滚蛋！这怎么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曾生，叫剑心快上车。剑心兄，快上马车吧，大人已在车内等候许久了。来了。你仔细看看。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想到齐言公子会做出这般事情。待宋姑娘醒来，你替我转达一声歉意。好，小儿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徐老夫人待我不薄，如今少爷去世，徐府又发生这般变故，我自然是要留在他身边照顾他的。如此甚好，之后有机会我再回来看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该启程了。巧儿，一定要保重。好，小公子，你也请多保重。走了。走吧。东西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是许公子留下的，他说是云音的遗物，我在昏迷之前特意给抓下来的。按照灵州的习俗，一般都是母亲给女儿的。不过这个看起来好眼熟啊。
蜡烛。血。体香。小公子，公子还是这么聪明，我就知道你会猜出来的。巧儿，我真没想到你心这么狠，杀害这么多无辜的人。无辜？谁是无辜的？这俩是你闺女啊？是。几两银子？大的5两，小的3两。不行，太贵了。这小的送到将军府做丫鬟，人家都不一定要。这小的不值，大的值啊！大的会唱戏，你把它卖到戏班子，这铁定不止这个价。这也太可怜了。8两，这8两吧。姐，我不想跟姐姐分开。走进去。姐姐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巧儿乖，巧儿不哭。等阿姐唱够2年戏，赚够了钱，就一定赎你出来。你等着阿姐。哎呀，这是你看，是好听啊，声都不错。哎，你还真漂亮，这段好啊。多谢啊，班主。这位公子有何吩咐啊？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云音。我想给云音姑娘赎身。娘子，喝了这杯合卺酒，你我便是夫妻了。喝啊！站住！别跑！云夫人，
别跑了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各位大哥，你们行行好，放我走吧，我给你们跪下了。别废话，不要带我回去！放开！我不要回去！放开我！当时正值午夜，下人们都睡了。等他们发现是火，已经晚了。所以云音是被火烧死的。如果是大火烧死的，都还算解脱了。可他当时没死，浑身都是烧伤，还得了肺病，别说是唱戏了，连吃饭都困难，呼吼了几个月才死。所以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姐姐当年找到了我，与我书信往来了1年。关于她的事，一部分是从书信当中得知的，还有一部分是姐姐当年的贴身嬷嬷离去世前告诉我的。所以你进许家当丫鬟，是为了报仇？她本来就是我姐姐，为了她放弃点自由算得了什么？可你为什么要去伤害那些无辜的新娘？我是在帮他们，我是在帮他们。当年许七言找到石药当了往生术，需要集齐5个女子来复活姐姐。他后娶的第1个新娘叫做吴氏，为了帮吴氏离开，我装神弄鬼的拖住许家人，没想到许七言他就很高兴，他觉得我姐姐显灵了。如果
果我姐姐真的在天有灵的话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她许七言。可是吴氏怎么死了？他逃走的时候，惊慌失措下跌进火焰，是我害死了他。不，我是在帮他，我是在救他，我是在救他们所有人。他活着就只能痛苦，就像我姐姐一样。可我又乔儿，我会去地府给他们赔罪，不让许七言再靠近他们。公子，你知道吗？那几年是乔儿最开心的日子。桂花糕真好吃，乔儿还想再吃一块。好，乔儿，你听话，我带你去吃桂花糕，我带你去吃桂花糕。所以，逍遥子也是乔儿姐杀的。逍遥子发现他杀了人，威胁他要钱，乔儿就把他灭了口。那他为什么不杀徐老太呢？想必是因为许夫人待他亲如骨肉，他下不了手吧？有道理。
剑行贤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和我说的？不，我只是回忆起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，也想起了曾经许多未曾想到的事情罢了。原来是胡正义胡大人，大人您探案的本事早已名扬天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没错，新娘是我杀的。灵州官府会审理此案，把我送到官府里去吧。你既承认得如此干脆，想必早已明了死之。如今许公子已死，即便将你送入大狱，想你也不会等到认罪伏诛的那一天。罪状我已全部写下，放到徐府的前厅了。哎，你又何必？好。我还想问你，李作将军和李夫人，他们生前有没有什么仇家？或者在出事前，是否与何人产生过纠纷？你印象中可有什么疑点？那时我才7岁，不过当时我在柴房里，好像隐隐约约听那些杀手说了些奇怪的话。什么话？好像是与圣人登基有关，不过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。那时我实在是太害怕了。原来如此，你有什么感悟？感悟倒是不少。我在胡大人身边学习到了不少断案的本领，思来想去，收获颇多。平地一声马屁，你一定是憋着什么坏呢？不过，这次的斋天灯大会，据说呀，有10几个国家的商队要来，好玩的事情还在后头。